漂亮，完完整整。但是它的皮肤，包括它的指甲，可以看保存得很好。河南安阳160岁得道高僧死前留下神秘预言，自己死后尸身3年不腐，却要求弟子在他死后不入棺材，一定要装进大缸下葬，还叮嘱弟子一定要3年以后再打开，因为那时他就可以羽化成仙了。没想到有人好奇，竟提前打开了大缸。一个天冷，万一不成功，那气味还不会太大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的，我们保住这个秘密，他们谁都不知道。我们先打开看看以后，如果成功了，就让外界知道；如果不成功的，以后就封住，就不再提这个事儿了。当缸盖打开以后，眼前的景象让人看得后背发凉，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珠盯着前方。难道这位得道高僧真的羽化成仙了吗？他又是如何能预知到自己尸身不腐的呢？1998年9月21日，在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修行的吴云清老人圆寂了。传闻当时他已经有160岁的高龄，死前正保持着打坐的姿态。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吴云清的弟子并没有为他准备棺材，反而搬来了一口大缸。原来吴云清老人早已经算到了自己圆寂的时间，特意嘱托弟子，我死后千万不要入土，找一口缸盖住，3年后再开缸。如果我的尸身不腐，即已经羽化成仙；如果已经腐烂，那就一把火烧掉好了。弟子虽然不解，但还是遵从了吴云清老人的遗愿。就当众人抬着吴云清前往祠堂封存的时候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吴老师用那个白色的一个包单裹着呢，好像略微露着点头顶。他一抬着他走这一段距离，他那个头就是头就是一抬一抬的。围观的百姓顿时就惊呼了起来，这也太神奇了！一般来说，尸体3天就僵硬了，怎么还能颤动呢？难不成吴云清老人的身体与常人不同？吴云清老人的遗言在当地早已经传得沸沸扬扬，此时所有人都更加相信他肯定可以飞升的。直到2000年12月24日深夜，一伙鬼鬼祟祟的人影来到了河南省安阳灵泉寺，朝着封存吴云清老人遗体的大缸就挖了起来。这盗墓贼该不会是挖错地方了吧？里面可没有什么宝贝，难不成是有人好奇，想要提前打开大缸一探究竟？更加令人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些盗墓贼不是别人，正是灵泉寺的工作人员。因为马上就到了吴云清老人开缸的时间，到那个时候一定会万人空巷，都想来见证他羽化飞升的一幕。然而万一失败了呢？那吴云清老人在死后也会遭到世人点评。更何况现在已经2年多了，尸体要腐烂应该早已经腐烂了。现在正好天气还比较寒冷，打开也不会有太大的异味。要真的到了3年正值酷暑，那味道肯定令人难以接受，还不如现在打开。在封存大缸的时候，为了能够清楚地看见里面的情况，最顶部采用的是玻璃。如果失败了，他们还能在不打扰吴云清老人的情况下，将这个秘密永远封存。没过多久，封存的大缸终于被挖了出来。让人失望的是，大缸上玻璃的内部布满了水雾，这说明里面的湿度非常的大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尸体应该很难保存。不过为了确定结果，工作人员还是决定用手电筒一探究竟。当亮光透过玻璃照进大缸内部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们终生难忘。你的是很轻很轻啊，2个人轻轻的一提就提得动。个比较小一点，但是保存的相当的好，皮肤什么都是软的，这关节都可以动。河南安阳160岁得道高僧死前留下神秘预言，自称自己死后会羽化成仙，而且尸身3年不腐，要求死后不进棺材，一定要装进大缸，还叮嘱他们一定要3年以后再打开。没想到有人好奇，提前打开大缸，竟发现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。当时把缸一起起开下，后边一看，
因为吴老他是穿了道袍，那个道袍是白的嘛，说看到那人在那趴着，给他打开缸以后，就是他个嘴，就是这个脸骑到这个缸上边了，就是嘴歪了点，别的什么没有。缸内的吴云清老人整个趴到了缸上，依稀还能看见皮肉，可把在场的人吓了一跳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为了更加完整的看到吴云清老人的状况，他们还是决定壮着胆子将缸盖打开。说吴老说，他3年之后不会腐烂，这个可以说98%、90%的人都不太相信。就当时我们打的时候在那想着，这打开，也许里边就化了。缸盖打开，想象中难闻的气味并没有出现，反而还有淡淡的异香。再看吴云清老人，虽然尸体前倾，但是尸身并没有腐烂。3个人，2个人拽着胳膊，1个人拽着扶着他的腰，把他拽上来，什么味道都没有，他那个身体全是软的，要是一拽他这个领，他就坐直了。吴云清老人的尸身不但没有腐烂，而且还颇有弹性，简直和下葬时的容貌没有什么两样。吴云清老人的预言竟然成真了。这件事很快就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，10里8乡的民众纷纷来一睹吴云清老人的仙容，甚至还引来了不少专家学者。专家看到眼前这个皮肤红润、鲜嫩有弹性的老人以后，也是大吃一惊，甚至一头白发看起来仙气飘飘。他皮肤很湿润，那个颜色就是红里边有点黑啊，或者黑里边有红。这个地方还是白了，那个肌肉还是有弹性的。这不禁让人怀疑，老人生前是否用福尔马林浸泡过，或者用过什么特殊的防腐手段。2010年5月，法医学的专家还专门成立了调查小组，准备一探究竟。然而等赶到以后，眼前的老人哪里还有传说中的样子，整个人变得干瘪不堪，静静地盘坐在玻璃罩中，就像是传说中的干尸。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难不成我们都被骗了吗？专家决定对老人的尸体进行详细的检查。如果老人生前使用过防腐药品，那么在玻璃罩的气体当中一定能检测出来。然而结果却让人失望了，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防腐的成分。专家甚至还提取了一些吴云清老人的组织，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。在之前发现的不腐尸体一共分为2种，一种就是木乃伊，不过想要成为木乃伊，必须要将内脏给摘除，可吴云清老人的内脏还完好的保存在体内。另一种就是和辛追夫人一样的尸尸，不过尸尸对于环境的要求非常的高，吴云清老人只是在一个大缸中，根本就达不到那种程度。既然没有经过防腐处理，而且内脏也没有被摘除，按理来说早应该腐败了。吴老的尸身为何历经10几年不腐呢？他们可不相信传说中的羽化飞升，难不成吴老有什么秘诀不成？还真有。据吴云清的弟子表示，吴云清老人早已经算到自己要圆寂了，于是在之前好长一段时间就不进食，只喝少量的水，也就是道教中的辟谷，后来甚至连水也不喝了，这就导致他体内没有任何杂质，甚至还处于一种脱水的状态。放进缸中，缸里的油灯消耗里面的氧气，就达成一种天然的防腐环境，以至于吴云清老人的尸体经历3年不腐，甚至后来已经趋于稳定，放到现在也没有腐烂。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？